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手上的钱是怎么来的？你可能会说，当然是从银行或者钱包里拿出来的呀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钱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？钱是怎么决定它的价值的？钱是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的？这些问题，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，因为你觉得钱就是钱，没什么好秘密的。但是，你知道吗？货币其实有很多秘密，它不仅是一张纸或者一枚硬币，它还代表着一种权利、一种信任、一种文化。在这个影片里，我们将带你揭开货币的秘密，让你对钱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南千水，我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有趣的主题，包括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。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为你带来娱乐和启发，并且能够激发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。这是一个共同成长和探索的空间，我们一起开始吧。你知道什么是货币吗？不要以为货币就是你口袋里的钱或者你银行卡上的数字。货币其实是一种特殊的东西，它有3个重要的功能：交换媒介、价值尺度和储藏手段。交换媒介就是说，你可以用货币来跟别人交换你想要的东西，比如食物、衣服、房子等等。这样比起以物易物方便多了，不然你想想，如果你想要一个苹果，但是你只有一只鸡，你要怎么跟卖苹果的人交易呢？你要给他一只鸡吗？那他要是不想要鸡怎么办？或者他要是觉得一只鸡太多了，只愿意给你半个苹果呢？这样多麻烦啊！价值尺度就是说，你可以用货币来衡量不同东西的价值，比如一个苹果多少钱，一只鸡多少钱，一套房子多少钱等等。这样比起用其他东西来计算方便多了，不然你想想，如果你想要买一套房子，但是没有货币，你要怎么跟卖房子的人谈判呢？你要用多少只鸡来换呢？还是用多少个苹果呢？或者用其他什么东西呢？这样多混乱啊！储藏手段就是说，你可以用货币来保存你的财富，比如把钱存到银行里，或者投资到股票里等等。这样比起用其他东西来储藏方便多了，不然你想想，如果你想要积攒财富，但是没有货币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要把所有的鸡都养在家里吗？那不是很吵吗？还有很臭吗？或者把所有的苹果都放在家里吗？那不是很快就烂掉了吗？或者用其他什么东西呢？这样多浪费啊！所以说，货币真的是一种神奇的东西，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和方便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一张纸片或者一个虚拟数字就能代表价值呢？这其实是因为我们都相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，比如政府或者央行，会保证这些纸片或数字的价值不会变化太多。而且我们也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接受这些纸片或数字作为交易媒介。就像一个大型的游戏，我们都遵守同一套规则，才能让游戏顺利进行。如果有人不遵守规则，或者规则本身出了问题，那么游戏就会崩溃，货币就会失去它的功能和价值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了解货币的基本原理，才能更好地参与这个游戏，并且保护自己的利益。你知道吗？货币的历史比你想象的还要久远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人们还没有发明纸币和硬币，他们用一些自然物品来交换东西，比如贝壳、石头、谷物等等。这些东西就是最早的货币，我们称之为实物货币。但是这种货币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不方便携带和计算。你想想，如果你要用一堆贝壳去买一头牛，你得带多少贝壳呀？而且每个贝壳的大小和形状都不一样，怎么知道多少个贝壳才能换到一头牛呢？后来人们发现了一种更好的货币，就是金属。金属有很多优点，它可以铸造成各种形状和大小，方便统一标准和计量。而且金属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很少见，而且不易腐蚀。这就让金属具有了稀缺性和耐久性，这2个特性是货币的重要条件。所以人们开始用金属作为货币，我们称之为金属货币。
最常见的金属货币就是黄金和白银，它们因为光泽美丽而受到人们的喜爱。但是，金属货币也有一些缺点，比如重量太大，容易被伪造或被削减等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，人们又发明了一种更方便的货币，就是纸币。纸币最早出现在中国宋朝，当时因为铜钱不够用，所以政府开始发行一种可以兑换铜钱的纸张，我们称之为交子。这种纸张就是最初的纸币，它有很多好处，比如轻便、易于印制和流通等。但是，纸币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它没有固定的价值。纸币只是一种代表金属或其他物品的符号，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。所以，如果政府发行太多的纸币，或者人们对政府失去信心，那么纸币就会变得一文不值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通货膨胀。现在，我们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时代，我们还有一种更先进的货币，就是虚拟货币。虚拟货币是一种基于互联网和加密技术的数字货币，它不需要实体的形式，也不受任何政府或中央机构的控制。最有名的虚拟货币就是比特币，它是由一个化名为中本聪的人在2009年创造出来的。比特币的特点是去中心化、匿名、安全和有限等。但是，比特币也有一些问题，比如波动性大、交易速度慢、耗能巨大等。从贝壳到比特币，货币的演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故事，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变化和进步。同时，它也对我们今天的货币体系有很大的影响。我们要学会理解和适应不同的货币形式，并且用好货币这个工具，让它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快乐。你知道货币是怎么来的吗？是谁在印钱，又是谁在控制钱的流向呢？这些问题其实牵涉到货币背后的权力结构，也就是政府、中央银行等机构。它们不仅决定了货币的数量和价值，还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个国王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印钱，然后用钱来购买你想要的东西，或者用钱来收买你的臣民和敌人。这听起来很爽，但是如果你印太多钱，那么钱就会变得不值钱，因为市场上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增加，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，也就是物价飞涨。你可能会觉得没关系，反正我有无限的钱，但是你的人民呢？他们的收入和储蓄都会被贬值，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都会下降，他们可能会对你不满，甚至发动暴动或革命。所以，作为一个明智的国王，你不能随意印钱，你要有一个合理的货币政策。那么，谁来制定和执行这个货币政策呢？在现代社会，这个任务通常由中央银行来完成。中央银行是一个特殊的金融机构，它有权发行和管理货币。它可以通过调整利率、购买或出售国债等手段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。它的目标是维持货币的稳定性和信用，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。中央银行也要对政府和公众负责，向他们报告和解释自己的决策和行动。但是，中央银行并不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存在，它与政府、商业银行、企业、消费者等各种利益相关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动。这些利益相关者都会对中央银行施加压力或影响，试图让中央银行符合自己的利益或期望。例如，政府可能希望中央银行放宽货币政策，以刺激经济或减轻债务压力。商业银行可能希望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或提供流动性支持，以增加自己的利润或减少风险。企业可能希望中央银行保持低通膨或强势货币，以降低成本或提高竞争力。消费者可能希望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或减少货币供应，以增加自己的收入或储蓄。中央银行要在这些不同的声音和需求之间取得平衡，同时也要考虑全局和长远的利益。所以，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的工具，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。货币的制造和流通反映了社会中的权力分配和关系。货币也是一种影响力的手段，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和选择。货币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谜团，
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理解。你可能会觉得货币是一个很无聊的话题，但其实它和你的生活息息相关。货币的价值并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它会随着经济的变化而上下波动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今天用100元买的东西，明天可能就要用120元才能买到。这种现象叫做通胀，就是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。相反的，如果你今天用100元买的东西，明天只要用80元就能买到，这种现象叫做通缩，就是货币的购买力上升了。那么，通胀和通缩对你有什么影响呢？一般来说，通胀对持有现金的人不利，因为现金会变得越来越不值钱；而通缩对持有债务的人不利，因为债务会变得越来越难还。所以，你要根据经济的情况，适时调整你的财务策略。例如，在通胀时期，你可以多投资一些能跟随物价上涨的资产，如股票、房地产等；而在通缩时期，你可以多储蓄一些能保值或增值的货币，如美元、黄金等。除了注意通胀和通缩之外，你还要学会如何理性地看待货币。货币只是一种交换媒介，它本身没有价值，只有使用它才能创造价值。所以，你不要把货币看成是生活的目标，而要把它看成是生活的工具。你要用货币来实现你的梦想，满足你的需求，提升你的品质，帮助他人，回馈社会等等。这样，你才能真正享受到货币带给你的快乐。亲爱的观众，你们刚才看到的是货币的奥秘和魅力。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的工具，也是一种文化的载体，一种权力的象征，一种信仰的实践。货币的历史和演变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，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思维。货币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主题，值得我们深入探索和学习。如果你对货币体系有兴趣，你可以在网上找到更多的资料和资源，或者去图书馆借阅相关的书籍和期刊。你也可以参加一些线上或线下的课程和讲座，听听专家和学者的见解和分析。你还可以跟你的朋友和家人讨论货币相关的话题，分享你的想法和感受。这样你就可以增加你对货币体系的了解和认识，也可以丰富你的知识和视野。最后，我要感谢你们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观看这个视频。我希望你们能从中获得一些有用和有趣的信息，也希望你们能喜欢我的讲解方式。如果你们有任何意见或建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尽力改进我的表达和内容，让你们更满意和开心。在此之前，我要跟你们说一个笑话。问：什么是最好的货币？答：笑容，因为它不需要花钱，却能带来无价的快乐。